才，我女儿在隔离酒店的阳台上，和对面阳台看过来的一个加拿大小男孩开展了一场文化对峙。我感觉吧，人对面的小男孩本来是在借这个展示玩具向他示好，但是我女儿呢是一个钢铁小织女，因为品种不纯，咱们就叫她铝合金小织女吧。她没 get 到，她觉得这是一场牌面较量，非常想赢。我说想赢没事，妈给你补货。我呢就先给她买了个娃娃，她玩了1个小时就放下了。现在这娃娃天天又换尿布又找妈妈，天天闹我大胖媳妇儿。我大胖媳妇儿跟她姑娘说：“你以为我是个大胖老爷，从加拿大退休回国给你带孩子呀？外国人不给孩子带孩子，你不知道吗？”我女儿说：“我虽然是个女孩，但是我也可以整点那种大格局的，给我整点炫的，你就拿捏她的。”想当年她姥姥给她在铁岭买的那个带有背式排辈慢摇功能的滑板车，让文化输出在伦敦没有疏漏，把爸爸的哥哥叫什么问向了全宇宙。我说姑娘，我懂了，我知道买啥了。绚烂的尽头是国潮风，国潮的代言是小悟空。到了上牌面的时候，就这个乐高玩具悟空小侠系列大闹天宫。下午一到，我女儿跟她爸拼的饭都忘吃了。光靠国潮文化冲击呀，能让我老公落一顿饭，你知道有多难？我生我女儿生了38个小时，我老公吃了6顿饭，说他怕一会儿自己没劲儿。大闹天宫一来，我女儿也不看手机，也不看动画片，现在基本成型。这位铝合金小侄女，别看换尿布啥的技术很拙劣，拼这玩意儿可老快了，就非常提升翟奥达的动手能力。我要不买，我都不知道乐高现在已经这么带劲了。正好这几天天猫旗舰店双周年庆，可以多买几套收藏一下，将来给孩子当彩礼。最近还有赠品。但这事儿提醒了我，翟奥达在国外待时间太长了，很多中国文化都生疏了。我现在还得天天给他讲，给他复习。你看这里有4只猴，其实都是一个猴。这中国的古典故事里啊，都有很多深刻的道理在后面。就猴这一辈子不容易，他要分担不同的角色。就比如你爸在你心中呢，可能是齐天大圣，但是在看妈妈视频的叔叔阿姨心中呢，他永远是弼马温。弼马温，哎，我现在太想抱着儿子进去陪他俩玩了。就咱们都回想一下，就别说我了，就上一次，你们的全家人聚在一起。不看手机，就专心致志做一个事儿，是啥时候？我都想不起来，因为我小时候我爸我妈也不陪我玩 BP 机，可能是。我女儿现在已经彻底忘记了那个对面看过来的小男孩，那个小男孩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，打败他的不是距离，不是语言，也不是家世，是猴，是猴。哎，你敢相信我们一家3口一直到孩子2岁都一直和室友住在一起吗？今天跟你们唠唠我的前室友法国工程师乔丹。哎呀，这话说是啊，好几年以前了。我跟我老公当时在伦敦找房租，然后看中了一个房子，就依傍着泰晤士河。我不是人称泰晤河畔小诸葛嘛，就这么来的。当时在泰晤河畔找了一个房子，可喜欢了，但这房租太贵了，我还2卧。然后我俩寻思就打广告找室友，结果这室友找的老费劲了，有厨房不让做肉的，有进屋自带狐臭的，有大晚上贝斯演奏的，有大早上拿酒自透的。我俩当时都要放弃了。这时候生命中终于出现了我俩心仪的男子，法国小伙叫乔丹。你说他一个法国人就叫乔丹，咱心中对法国人的印象哈，就是他们不都应该叫就是亚历山大、安德烈、弗朗西斯、让皮耶吗？对不？然后俺们仨相处的可愉快了，就特别性格特别对路的。乔丹最大的优点是啥呢？就是基本不吃蔬菜，就这冰箱可我用，这整个冰箱里就一夹，他放点奶酪，哎，就爱吃奶酪。他每次从法国回伦敦哈，就坐那欧洲之星小火车，提了个小行李箱，里边全是从法国带回来的奶酪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坐这长时间火车，你里边放奶酪，你不怕放臭吗？人家原话说，奶酪只有更浓，没有更臭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就我妈有一次哈，就来伦敦看我妈是根本吃不惯西餐的人，然后上那个中超买的全她喜欢吃那玩意儿，连皮蛋再臭豆腐，整更香。这边碗还没捡过去呢，问人家乔丹，你说你一天吃了大奶酪的一股碱味，你不嫌臭吗？但是不长时间以后呢，我就意外怀孕了。这孕怀的哈，我就对乔丹就是老愧疚了。你说这肯定得影响人家生活，影响人休息吧？我说你就赶紧吧，你就这抓紧时间找新房子吧。找完之后，就搬家钱我俩拿，完事你在那个我卸货之前，你就赶紧搬走吧。完乔丹说的没事，我觉得这事挺美好的，我不用搬。我说你当是写生呢？你以为他孩子是净窝美好？是不是奶酪吃多脑袋打滑啊？那孩子那玩意儿1吃2喝3拍嗝，一会儿拉稀一会儿坨，你睡着了他就醒，天使熬成伏地魔。这乔丹呢还是年轻，这他拿青春赌明天，告俺没事儿不用搬，完还颠的跟俺一块期待天使降临呢。但俺家崽儿达吧也算是就挺给他乔丹叔叔长脸，生下来之后就基本是没事是不哭，基本还他乔丹叔叔一个岁月静好。关键是我姑娘和这乔丹叔叔哈，就好像上辈小情人似的，一天俩人老含情脉脉的。我天天乔丹一下班就跟我姑娘俩唠嗑交心。所以说啊，就是俩人要是没话唠，山珍海味肥皂泡，若是此生缘分到，配个咸菜唠通宵。哎，就这么长此以往哈，就每天说一点。俺家孩子法语相当让皮耶的，
所以我看翟绍达这个法语呢，我就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就是你想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，最重要的是就是提高他的使用频率，而不是某一次的训练强度。学任何语言都是一个道理，所以想培养孩子英语能力的家长呢，我推荐阿卡索英语，性价比比较高，就一杯奶茶钱就能拿这一节课，而且吧，他线上授课随时随地，让更多的家长吧有这个能力给孩子培养语言习惯，把外语融入生活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学科。我给大伙整着点免费试听课程，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去免费试听去吧。哎呀，现在没有乔丹叔叔的日子哈，俺家翟绍达这法语都退化了。完，你说这疫情一时半会儿也过不去，他这个也没有铁岭人民跟他练习这个土味汉语。现在这汉语就是回旋了，就是现在就是前门了后底怎么长，哈捧子靠斗子怎么躺，都已经忘了。不是这哪行啊？这翟绍达呀，这东北话得捡起来。当今世界风云变，光说英语不够炫，不信看你大傻爹，裤裆让人玩开线。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苏格兰男人和他的小格裙儿。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的味道，也是一个有味道男人的故事。总之是一段妖艳的红尘在坊间传至。你知道苏格兰小裙是咋穿的吗？我以前只是听传说，从未被认证。那天我被认证了，苏格兰小裙的穿法确实是真空穿法，就是里边啥也没有。就话说我不是北上苏格兰，在格拉斯哥参加吃鸡大赛的过程中，邂逅了一群彪形大汉嘛。就因为我这个蜀身虎胆，被这群好汉带上梁山，就地安排喝了一顿嘛。这其中不是有一个人告我说的，明天你那个参加婚礼，大伙都喝高兴了以后，离穿小裙就远点嘛。这个人呢，这姓赛克斯，就是咱们就管他叫老赛。这苏格兰这小裙子虽然看起来很骚气哈，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材质特别厚实，特别板正，然后做工很精致，对这个材料的要求也非常高，所以它成本比较高。很多年轻人哈，我知道的很多年轻人去参加那个重要场合的时候，他这个小裙都是租的。10年前老赛办婚礼呢，就他这小裙就租的，他的未婚妻也是租的，不是他未婚妻的婚纱也是租的。然后婚礼的头一天，这不单身派对嘛？老赛就领着他这帮狐朋狗友们，这帮傻狍就去吃印度餐去了。为啥我说他傻狍呢？我在重要场合之前从来不吃印度餐。印度餐，火焰山，肠中往事一锅端。然后第二天婚礼嘛，婚礼的第一场呢是在教堂，这个非常正式、非常圣洁的这个环节。这环节结束了以后呢，一般都赶第二场，到第二场就开吃开喝，然后就开敬酒，然后就开跳舞。这场就比较欢实的这一场。然后到了第二场以后呢，大伙就开喝嘛。然后这个环节吧，就往往安排这个新郎和新娘跳结婚之后的第一支舞。就这第一支舞往往就是最浪漫的一支舞嘛。我的朋友第二天也跳了，但是他俩这第一支舞让我给毁了。完事说回来啊，完事他俩这个老赛呀就和他媳妇就要跳这第一支舞，他俩跳的就特别不和谐，你踩我踩你的，就跳不好。然后他朋友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就起个哄说：“你拉倒吧，老赛，要不然让你媳妇抱你跳吧。”我跟你说，喝到量的人，他身上最大的危险属性是啥呢？就是他不一定突然之间觉得什么事有意思。这老赛就是当时到量了嘛，就突然间觉得这个倡议太有意思了，啪嚓一下就过去抱着媳妇大脖，一下给搂住了，然后跳媳妇身上了，给媳妇压坐地下了。他呢就是之前喝的这啤酒一刮，完再加上他跳他媳妇身上，他媳妇砸地上的这一蹲，再加上大伙一群人这一大笑，这个刚结婚2个小时的已婚男人就发生了第一次放纵，就长征往事一波波。之后都发生了啥呢？就具体情景你就可以自己脑补了。那他还跟我装人，没给我提一个事儿，他朋友给我爆料的，就因为他这个苏格兰小裙的特殊穿法，就真空穿法嘛，就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嘛，对不？他第二天居然抖了，扑了，这裙子居然退回去了，他不租的吗？押金都拿回来了。他媳妇这婚纱那就完了，事儿在这个小镇的知名度呢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他媳妇这婚纱退不回去了吧？而且他媳妇留住了，就花钱买了，没办法，花钱买了，把这婚纱留住了，之后往出免费租，都没人碰，都没人问。而且我听完这故事以后哈，第二天我参加婚礼，我看着穿小裙的，我都保持社交距离。就算穿裙子这个人啥也不干，你知道这裙子的上家是个什么冤孽呀？哥多说一句什么呢？我姓赛嘛，就他后来都管我叫赛喷泉。但是我说啥呢？我无所谓，就你嫂子也好啊，你哥也好，就包括你，还有这个加拿大友人，就是这个叫啥妹夫，就包括你俩都算在内。就是哥要说啥呢？就不用后悔，想开了有啥呀？不后悔。我没离吗？不后悔。人间不值得。